台海刚出现缓和苗头，拜登就开始玩火，美官员串台的意图非常明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彦超。近日，随着疫情结束，中国大陆释放了恢复对台人员交流和强化经贸合作的积极信号，台湾岛内的民意也出现力挺台海和平的趋势。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访问大陆，更是收获满满。随着2024年台湾地区大选的临近，坚持9·2共识的国民党支持率提升，有可能再度为台海创造一个比较长的和平发展周期。不料，口口声声说台海和平对世界经济繁荣很重要的拜登政府，在这个节骨眼上出手了。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斯抵达台湾串访，这是40年来第2位串访台湾地区的美国国防部高官。佩洛西串访台湾地区，美国人还可以狡辩地说他只是一名议员，与拜登政府无关。而蔡斯作为美国国防部的现任官员，毫无理由地挑衅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不过美台都低调处理了蔡斯的串访行程，双方甚至都没有证实或否认这条消息。另据《金融时报》报道，台湾地区的高级官员下周会访问华盛顿，与白宫的官员举行闭门会议。这次访美的带队者是台湾地区对外事务负责人吴钊燮和台湾地区负责安全事务的顾立雄。双方会谈的主题仍然是所谓的台湾安全事务。拜登一边嘴上说要维护台海和平，希望中国大陆不要使用武力改变现状，另一边却在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断发展与台湾地区的官方关系。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2次会晤，会发现其中有2个共同的特点。第一，这是美国政府官员与台湾地区当局之间的对话，或者是军事层面的对话。第二，其活动相对比较低调，基本上是闭门会议，避免被炒作，引发中国大陆的强烈反应。但这怎么可能避得开？台湾军方确认，针对美台再度升级官方关系的挑衅活动，当天就有15架解放军的战斗机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进入台湾地区西南部的空域，情势迅速紧张。此外，大陆还有4艘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无人机穿越巴士海峡抵达台湾东南外海，航迹包围了台湾全岛。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大陆如何看待和应对美国新一轮的挑衅行动呢？首先，美国仍企图用加强对台关系，谋求在与中国大陆对话的过程中获得谈判筹码，也就是进行所谓的极限施压。美国之所以把对话控制在比较低调的一个范围内，就是为了避免引发激烈的反应，让事态不可控。其次，美国对大陆直接与国民党展开的互动感到不满，想夺取在台海问题上的主动权。两岸之间通过互动缓和关系，台湾地区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棋子，这是美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或者说是无法容忍的。美国不敢利用台湾问题全面挑战中国大陆，但又不愿意放弃利用台湾问题敲竹杠，还企图通过一些敏感的小动作掌握影响台海局势发展的主动权。第三，美国一直在推进台湾地区的刺猬化，或者说是豪猪战略。不管中美关系如何改变，美国都会想办法增加中国大陆通过武力完成统一所要付出的成本，或者说是风险。推动台湾地区整军备战将是美国未来对付台湾问题的核心战略，这一点很难改变。总之，在2024年台湾地区大选之前，台海局势发生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会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从美国最近的举动看，他绝对不会放手让国民党再次主导与大陆谈两岸关系，因为这样的结果将会使美国失去制衡中国大陆的一张王牌。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继续玩火，无非就是想争取控制台海危机的主动权。对此，解放军可以用实际行动让美国人明白什么叫玩火自焚，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